那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环境，还有我们的饮食习惯等等。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近些年的这个医疗的观念里面，还经常提到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情上。那我们的第4根支柱，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个关键词，会不会和情绪有关？有关，就是在第4根支柱，就是一个情绪和睡眠的一个管理。就是其实这第4根支柱，它不光是针对一个慢阻肺，它针对于所有的一个慢性疾病，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这个问题呢，可能会导致一个所有的一个慢性疾病的一个加重。但其实您提到这儿啊，我觉得它也很难去打破它。比如说，这个身体不舒服，我们难免心情就不好。那心情不好又会反过来促使这个病情可能会更加进一步的去恶化。那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我们怎么样能够打破它呢？这个呢，就是需要一些主动的寻求的一些方法，或者是疏解，培养一些爱好，或者是身体允许情况下参加一些社交啊，锻炼正常的一个冥想，或者是一个放松训练。如果家属理解的话呢，可以这个进行一个倾听的陪伴呢，这些都很重要。尤其对一些老年人，就是有些的老年人在家里边可能待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有一些心理的问题。尤其焦虑，就是在临床上可以看到，就是焦虑的患者，他的一个喘憋的一个状态就会非常的严重。对于抑郁的患者，他是另外一个，就是胸闷。对于抑郁患者，他胸闷了以后呢，他可能会影响到睡眠，然后就一直说自己喘不上气，那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肺功能也没有那么差，但是呢，就是因为情绪的问题，就会影响到这个他的一个生活质量。所以这个在临床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是吗？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刚刚提到了4大支柱啊，包括了锻炼、营养、环境和情绪、睡眠。那这些呢，可以说是从身体到心理，从室内到室外，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健康防御体系。它也在告诉我们，稳定期的管理不是一个被动的养病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的健康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还发现有一个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呢也经常被我们忽略掉，或者说不知道如何去正确的参与，那就是我们患者的家属。其实我们也刚刚注意到了，这所有4大支柱的落实，其实很多的地方都需要我们家人的支持和帮助。那我们的家属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成为我们患者得力的一个健康合伙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监督者，或者甚至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是的，就是我们在临床的时候给老年人看病的时候，往往就是把这些治疗方案再跟家属去说一遍。所以说家属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慢阻肺啊，或者是哮喘等等这些慢性病，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在这个过程呢，需要家属的一个关心，然后心理辅导或者是病情观察，才能让这个患者的一个健康就是达到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的家属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照料上，还有您刚刚提到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家属，如果能够支持的话，可以倾听，可以去帮他疏解。还有什么我们具体可以操作的？家属在这个过程中就跟上面那个四个那个支柱一样，它也要4个角色来完成这个任务。第一个就是一个知识的支持者，就是和患者一起共同的学习，来打破一些误区。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啊，就是我们的家属本身其实对于这个专业的知识要明白他要理解这个病情，他要理解相应的一些症状，才能够形成和患者站在一起的这种感受。是的。就是刚才我提到，就是临床上我们会跟家属也讲一遍这件事情，就是家属要在家里边长期的要对老年人进行一个这个症状或者是护理上的一个支持，然后所以说久病成医，不光是患者，也有这个家属，他需要了解这个病，他需要刚才我了解我刚才说这些病的一个机制，所以才不会出现那些观念上的错误。比如说之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症状好了就停药，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家属如果说能跟医生一起能劝解老人，能把这个治疗能持续走下去，规律的走下去，那就是一个非常一个好的一个优势了。那就是我们先要了解它，先要懂它，先要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哈。那第2点是什么呢？第2个角色是什么呢？那第2个角色就是一个照顾技能的协作者。那重点的是一个协助管理，而不是这个全盘那个包办。那个家属呢，需要掌握一些实用的技能。您帮我们明确几个比如说核心的，我们最应该去掌握的一些技能。
好的，就是比如说一个协助正确的用药，就是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吸入药物。那吸入药物它的治疗这个方式呢，它使用起来是比较麻烦的。很多老年人呢，第一呢就是教了一遍以后没记住。对，或者是这个用药的一个方式或者是频率记错了，可能是少用了一次，这个都是需要家属去帮助的。还有进行的一个康复锻炼，也是需要家属去陪伴、观察或者是提醒的。那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家属的一个护理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提到了我们要去协助老人更好的用药，还有呢，多去督促他们进行康复的相关的一些训练。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实在的帮忙了哈。除了这些具体的事物之外呢，刚刚我们的岳医生还提到了，就是在心理上啊，我们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的作用。对，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角色，心理感情的一个支撑者。那这个是这个家属他所独有的，就是我们可能医生这个角色是不能去替代的。当患者病情反复或者感到沮丧、焦虑的时候，家属是可以做到倾听、理解。那这个呢，可以比任何药物都要重要。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家属啊，他在面临这个中老年朋友或者是身边的这个家属朋友，他常年患病的这种状态之下，其实真的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是的，就是关键就是共情。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医生他是一个职业上的一个外人，他可能是只能是对他这个病情是有所帮助，但是呢，家庭呢，它是一个这个息息相关，然后跟患者是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他不像医生，他只是一个治疗上的一个关照或者是一个执行。它是一个感情的一个维系，它在一个患者的情绪或者是依从性方面，家属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那最后一个角色，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那个医患沟通的桥梁和紧急情况的第一响应者。刚才提到了，就是我需要跟家属讲一遍，家属再跟患者反复的去沟通。还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患者如果突然出现了一个病情变化，刚才说了，说患者这个家属要观察他的哪些指标，这个是如果突然出现了，要紧急就医等等这些这个情况。突然出现的一些指标哈，比如说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关注和及时的和医生去沟通哪些具体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呢，就是有一些慢性的指标，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可能上个月他走了多远，这个月6分钟实验他就走了多远以及呢他这个近期的一个这个状态，都是需要跟那个医生去沟通的。第二个呢，就是一些紧急的情况，比如说突然发现了一个心慌，就是平静状态心慌，或者是喘憋，或者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意识这个障碍，然后都需要紧急的来医院就医或者给医生打电话。所以我们说家属的角色是一个多维度的角色哈，从思想上到具体的技能上，从情感的支撑上到应急的处理上，那这些深度的参与呢，是能够真正的真实的帮助到我们的患者的。其实呢，也能够大大的减少家属自己在面对这些疾病时候的这种无助感。是的。